祝贺苏炳添，太棒了！你还记得这一幕吗？这是黄种人第一次跑进世锦赛100米项目的决赛，也是亚洲继刘翔之后第一位黄种人跑进田径短道项目的决赛。为了这一天，苏炳添足足准备了10年之久。2004年，15岁的苏炳添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正规的田径比赛，在校运会100米比赛中，他跑出了11秒72的成绩，成功拿到第1名。随后便开始了系统化的训练。2008年，苏炳添开始在国内赛事中崭露头角，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上，苏炳添获得了男子60米冠军。2010年，苏炳添开启了争霸亚洲短跑之旅。广州亚运会上，苏炳添与陆斌、梁家宏、劳毅组成的中国队以38秒78夺得冠军，并刷新全国纪录和亚运会纪录，帮助中国队时隔20年再度登顶亚洲之巅。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，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男子100米季军，这也是苏炳添赢得的首枚世界大赛奖牌。同年9月8日，苏炳添在全国田径锦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达标赛男子100米决赛中，以10秒16的成绩打破了全国纪录，并达奥运立标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是苏炳添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预赛苏炳添以10秒19的成绩晋级半决赛，成为了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晋级奥运会男子100米半决赛的选手。随后的2年时间，苏炳添屡屡突破自我，将60米全国纪录提升到6秒52，个人100米最好成绩也来到了10秒06，距离10秒大关仅一步之遥。为了跑进10秒大关，苏炳添毅然决然地选择改变起跑脚，这对当时已不再年轻的苏炳添来说，无疑是一次豪赌。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男子100米决赛，苏炳添以9秒99的成绩获得第3名，这个成绩不仅打破了张培萌10秒整的全国纪录，更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第一位进入9秒关口的亚洲本土选手，这也为他北京世锦赛创造历史开了个好头。2015年北京世锦赛100米比赛是近10年来阵容最强大的一届世锦赛，而苏炳添作为唯一的亚洲选手，他的晋级前景并不被人看好，因为半决赛他被分在了高手如林的死亡小组，博尔特就在他的右手边。在这一组当中，苏炳添就在博尔特的身边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半决赛，当时苏炳添也是应该是在第2道，博尔特在第3道。在这组想要晋级，难度堪比登天，尽管他已经有能力跑进10秒大关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这组的阵容到底有多恐怖。第2道来自德国的列乌斯·朱连，第3道大家非常熟悉了法国的帅哥勒梅特，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跑进10秒的运动员，来自美国的小将布洛梅尔，加拿大的安德烈·格拉塞，亚洲冠军苏炳添。苏炳添6道，来自中国第一个打破10秒钟的黄种人，放开跑，尤塞恩·博尔特，世界纪录保持者，看他能不能真正的强悍的王者回归啊！第8道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亚克阿里哈维，第9道来自南非的选手布鲁因特杰斯。这组半决赛的阵容丝毫不输前几届世锦赛的决赛阵容，那么苏炳添能在这组冲出重围吗？我们回到比赛现场，一起见证这场注定载入中国田径史册的战役。苏炳添出发了，起跑非常棒，苏炳添起跑带乱了博尔特，加速保持速度能力，全力冲刺，保持住，保住劲，冲刺！苏炳添几乎击败了博尔特，真是不可想象。苏炳添的前30米太完美了，9秒99。苏炳添和布罗梅尔都跑出了这个成绩，但布罗梅尔千分位领先苏炳添，因此苏炳添想要晋级，必须祈祷接下来2组第3名的最好成绩不要超过9秒99。紧接着是半决赛第2组，这组水平确实非常高，我觉得要倒推几届世锦赛，可能都有可能是决赛的，甚至超过决赛的水平。是，但是在2015年的北京，这只是一组半决赛。好的，比赛出发，加特林起跑还是不错的，对，加特林起跑绝对优势，绝对领先。他带着麦克罗杰斯，奥古诺德也在往前赶，这个组队太明显了，这个差距9秒77，哇！经过激烈角逐，第3名奥古诺德的最终成绩为10秒整，因此他提前被淘汰了。而苏炳添能不能晋级，就看最后一组的表现了。但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，在最后一组比赛，第3名维考特的成绩刚好也是9秒99，并且巧合的是他和苏炳添的千分位也相同。最终组委会判定2人同时晋级。就这样，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黄种人站在了决赛的跑道上。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，在飞人刘翔和杨健老师激情的解说中，再次重温这场经典的100米飞人大战。哇哦！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亚洲人走上了100米决赛的起跑线。100米决赛的赛道上，世界最高水平的赛道上，有一位身穿着国旗颜色黄种运动员站在赛道上。苏炳添，这个比赛呢有很多第一次，历史上第一个9位选手进入100米决赛，历史上第一位亚洲运动员站在100米决赛的赛道上，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运动员都是以10秒以内的成绩进入决赛。世锦赛的刀锋之战，闪电对决，一触即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。比赛开始，对决起步，苏炳添，苏炳添领先，苏炳添，在你越来前面领先了，领先了，下面下面
加特林只跑出了9秒80，是他这赛季最差的一圈。遗憾败北。比赛就是这样，不到最后1秒，不到最后1刻，不知道谁是冠军。苏炳添10秒06，已经突破了自己。